曾經有一個偷電瓶車的叫周某的人，因為一句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”火遍中文互聯網，更因為其一頭亂髮和鬍子被網友戲稱切格瓦拉。但如果你真正了解切格瓦拉這個梗，你是笑不出來的，因為那個被拿來做梗的名字背後不是流量符號，不是潮牌頭像，而是一個真正把理想活成生命的人。1967年，玻利維亞一間破舊的小學校，他渾身是傷，幾個小時後被一名士兵開槍打死。西方媒體大肆報道，他臨終前說：“別開槍，我是切格瓦拉，對你來說，我活着比死了更有價值。”後世有許多人試圖用這句話來證明格瓦拉是懦夫、膽小鬼，來否定格瓦拉的一生。那麼，他真的是個懦夫嗎？為什麼直到今天，全世界都還記得他？大家好，我是陳北基同志，本期就讓我們陪切格瓦拉走完最後一段革命之路。上一期我們聊到，古巴革命勝利後，格瓦拉已經站到了很多革命者一生都到不了的位置，功成名就，位高权重，人民爱戴。但他毅然決然地放下了一切，離開了古巴，從勝利者重新變回流亡者，從歷史的頒獎台重新走向死亡的邊緣。臨走前，他問了妻子阿萊伊達一個問題：那些在革命中犧牲的古巴人的遺孀後來怎麼生活？他們再婚了嗎？妻子說：是的，大部分都再婚了。格瓦拉聽完，指着面前的咖啡杯說：“如果是那樣的話，你給我上的這杯咖啡，希望將來也能上給另外一個人。”這句話聽着平靜，但阿萊伊達後來一想起來就會發抖，因為他明白格瓦拉不是在開玩笑，而是在提前交代後事。他太清楚自己要去哪裡，也太清楚自己可能回不來了。此時，卡斯特羅對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經有所疑慮，也不希望格瓦拉以身犯險。兩個老朋友都知道，他們走到了一個岔路口，一個要守住古巴，一個要點燃世界。但既然格瓦拉下定了決心，卡斯特羅還是給了他全力支持。在告別宴會的最後，兩個老朋友之間來了一個男人式的擁抱。那一刻，過去10幾年的槍聲、雪茄、叢林、勝利、革命、爭吵和理想，仿佛都從他們交疊的臂膀之間穿過。格瓦拉走了，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。1965年4月，格瓦拉帶着一小隊古巴老兵來到剛果。他原本以為非洲大陸飽受殖民主義壓迫，是世界革命最容易點燃的地方之一。但格瓦拉很快發現，當地革命隊伍組織混亂，紀律渙散，光地方語言就有250多種，各部落互不同屬，甚至彼此仇殺。很多人名義上喊革命，實際上誰給錢就跟誰走。更離譜的是，不少士兵迷信巫術，相信做完儀式就能刀槍不入。格瓦拉在古巴講紀律，講群眾路線，講政治動員，可在剛果叢林裡，他面對的是一支完全不按劇本走的隊伍。格瓦拉不理解，為什麼在這片資本主義剝削最深的大陸上，共產主義的種子反而扎不下根。剛果人也不理解，為什麼一個拉丁美洲白人要跑來領導他們作戰。雙方互相看不懂，最後格瓦拉在非洲叢林裡吃了7個月的苦頭，只能帶人撤出剛果。這次失敗對他的打擊很大，如果是別人，可能到這裡就認命了。世界革命太複雜，還是回古巴當部長吧。但切格瓦拉不是別人，失敗讓很多人學會保守，可他的反應是換一個戰場。剛果沒有長出第二個古巴，那就回到拉丁美洲。玻利維亞，格瓦拉一生的終點。這個國家位於南美中部，像一個天然中轉站。格瓦拉想以這裡為根據地，把革命之火傳遍整個南美。跟他一起去的還有17個古巴人，其中有人已經在古巴政府擔任要職，本來可以安穩過完後半生。可在格瓦拉的召喚下，他們又一次拿起槍，走進南美中部的高山和叢林。這些人都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，是人類革命史上的典範。但玻利維亞也不是古巴。當地共產黨書記蒙赫首鼠兩端，一方面害怕格瓦拉打出名堂，威脅自己的地位，另一方面又不想真正投入武裝鬥爭，還幻想靠選舉上台，所以他和格瓦拉的合作從一開始就不牢靠。蒙赫甚至要求獲得游擊隊領導權，在他看來，這是他的國家，他又是波共總書記，理應由他說了算。可問題是，蒙赫從來沒上過戰場，也沒有軍事指揮經驗，格瓦拉不可能把幾十個游擊隊員的命交給
給一個只會在辦公室裡談革命的人，雙方不歡而散。格瓦拉還沒和政府軍正式開打，後方政治支持就先掉鏈子了。更麻煩的是，玻利維亞政府軍也不是菜鳥，總統巴里恩托斯緊跟美國執行反共政策，大量接受美國軍事援助，還允許美國軍事教官訓練玻利維亞士兵。當他們知道格瓦拉正在玻利維亞打游擊後， CIA 和玻利維亞政府軍立刻動了起來。他們很清楚格瓦拉的路數，哪裡有格瓦拉的蹤跡，政府軍就折騰哪裡的村子，然後告訴農民，你們遭這些罪都是因為格瓦拉來了。很多農民根本不理解格瓦拉想幹什麼，他們只知道格瓦拉的人一出現，村子就要倒霉。於是格瓦拉的游擊隊慢慢變成了孤島，沒有群眾基礎，沒有穩定補給，沒有本地黨組織支持，還被美國和政府軍步步壓縮。政府軍隨即發布巨額懸賞，很快就有農民毫不猶豫地泄露了這些消息給政府軍。1967年10月8日，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鎖定了格瓦拉的隊伍，幾次交火後，政府軍終於抓到了他們心心念念的切格瓦拉。被捕之後，切被帶到當地一所破舊學校關押了一夜。一間鄉村校舍，一個渾身是傷的游擊隊領袖，門外是已經決定他命運的人。負責審問他的是政府軍中校塞利奇。塞利奇問：“你們為什麼入侵我們國家？你們都是外國人。”格瓦拉看了看身邊戰友的屍體，說：“中校，看看他們，在古巴，這些小伙子擁有他們想要的一切，可他們仍然來到這裡，像狗一樣死了。”塞利奇又問：“你是古巴人還是阿根廷人？”格瓦拉回答：“我是古巴人、阿根廷人、玻利維亞人、秘魯人、厄瓜多爾人，你知道的。”塞里奇繼續問：“你難道看不見這些農民的生活狀態嗎？”格瓦拉說：“他們生活在令人痛心的貧困中，像動物一樣被人丟棄不顧。我不否認古巴也有貧困，但那裡的農民至少還有進步的希望，而玻利維亞人的生活沒有希望。”在塞利奇之後，負責審訊的是美國中情局特工羅德里格斯。羅德里格斯用盡了花言巧語，想從格瓦拉嘴裡套出有用信息，卻始終沒有成功。格瓦拉沒有出賣任何人，也沒有讓美國拿到他們想要的東西。交談到最後，反倒是羅德里格斯被他感動到了。當他問格瓦拉有什麼遺言時，格瓦拉說：“告訴卡斯特羅，他很快就會看到美洲革命的勝利。告訴我的妻子要改嫁，要過得幸福。”據羅德里格斯回憶，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十分感傷的時刻。我不再憎恨他了，他的最後時刻到了。他表現得像個男人，面對死亡時，他勇敢而又坦然。玻利維亞政府很快決定秘密處決格瓦拉，原因很簡單：公開審判他可能成為國際輿論中心，長期關押又可能有人營救，所以他們選擇了最簡單也最骯髒的辦法，殺掉他。負責執行處決的是政府軍中士馬里奧·特蘭。特蘭後來回憶說，格瓦拉的眼睛很大，閃閃發光。當他盯着我看時，我感到頭暈目眩，甚至覺得他只要一動就能把我的槍奪走。格瓦拉看到他進來，手裡拿着槍，對他說：“開槍吧，懦夫，你不過是要殺死一個人。”於是特蘭後退一步，閉上眼睛，扣動了扳機。1967年10月9日，切格瓦拉死了，年僅39歲。圍繞着格瓦拉的死，玻利維亞政府編織了一個又一個謊言，上演了好一番鬧劇。他們試圖證明格瓦拉是臨死求饒的懦夫，試圖用那句“別開槍，我是切格瓦拉，我活着比死了更有價值”，把他塑造成一個怕死的人。但從多方回憶來看，這句話大概率不是格瓦拉說的，因為一個真正怕死的人不會從哈瓦那的高位走進玻利維亞的叢林，不會用一生去追逐一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世界革命。更諷刺的是，玻利維亞軍政府雖然殺死了格瓦拉，卻比任何人都害怕他。他們拆掉他遇難的小學，秘密埋葬他的屍體，甚至砍下他的雙手，用來證明他們確實消滅了切格瓦拉。格瓦拉死了，但他的死立刻在全世界激起巨大震動。烏拉圭、厄瓜多爾、維也納都爆發了抗議，即使在玻利維亞本國，大學生們也舉行了大規模悼念活動，稱他是全世界青年的象徵。在擺過格瓦拉遺體的醫院房間裡，前來悼念的人們在牆上寫滿了紀念的話，其中有一句是：“他們沒能合上你的眼睛，所以你是永生的。”這句話給我的感覺就好像格瓦拉還在看着這個世界，看着
那些貧窮、壓迫、剝削和不公，看着那些他來不及完成的革命。可是格瓦拉的遺體一直沒能找到，直到30年後的1997年7月，人類學家團隊才在玻利維亞亂葬崗中找到了他的遺骨。古巴政府宣布全國哀悼，並決定將他以國葬規格安葬在他生前戰鬥過的聖克拉拉。聖克拉拉這個名字太有宿命感了，當年他在這裡打下決定性一戰，讓古巴革命走向勝利。幾十年後，他又回到了這裡。聖克拉拉數十萬群眾湧向靈車經過的道路，鮮花鋪滿街道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玻利維亞荒野裡失蹤的游擊隊員，他回到了人民中間。下葬那天，卡斯特羅感慨道：“這一塊卑微的土地怎能容得下妾？這一方蕭條的陵墓怎能容得下妾？我們所深愛的卻並不算廣袤的島國，又如何能容得下妾？對於妾，唯有他所夢想的世界，他曾經生活並為之奮鬥過的那個世界，才有足夠的空間。他們以為殺了他，他就不再是戰士了。如今他無處不在，凡有正義事業之處，皆有他。”在葬禮結束之後，卡斯特羅親自點燃了格瓦拉靈前的長明燈。這座陵園和那尊高大的銅像是聖克拉拉人一錘一鏟幹出來的，50萬市民義務工作40多萬個小時，這很浪漫，也很切格瓦拉。他生前不願把人民的勝利寫成自己的個人神話，死後人民卻用自己的雙手一寸一寸為他堆起了一座豐碑。今天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了解格瓦拉留下的精神遺產。格瓦拉生命的最後一年是朝不保夕的，是飢餓的，是病痛的，是背叛的，是叢林裡無止境的逃亡。但他依然對未來抱有一種幾乎不講道理的柔情，相信世界會變好，相信被壓迫者會站起來，相信星星之火終有一天會燒過山崗。切格瓦拉死在了39歲，可他永遠年輕，永遠反抗，永遠帶着那雙充滿決心和憤怒的眼睛注視着這個世界。一個革命者倒下了，就會有更多革命者站起來，因為真正的死亡不是肉體被子彈擊穿，而是一個人明明看見不公，卻假裝看不見。而切格瓦拉至死都沒有閉上眼睛。